同学们，大家好！现在我们学习生物膜的结构与功能。本节将探讨两个内容，其一是生物膜的结构，其二是生物膜的功能。生物膜将细胞与外界隔离，并实现细胞内部的区域化，为细胞提供了必要的结构基础。生物膜包括脂膜和内膜系统。脂膜将细胞与外界相隔离，内膜系统则将细胞内隔离成各种不同的功能区域，包括核膜、线粒体膜、内质网膜等等。从化学组成上看，生物膜主要由脂质、蛋白质、糖类组成。通常功能越复杂的膜，蛋白质含量越多。如表所示，神经鞘髓质膜的蛋白含量仅为 18%， 而线粒体内膜的蛋白含量则高达 76%。 组成生物膜的膜质主要包括磷脂、糖脂和胆固醇，其中磷脂约占了 50% 以上。无论是磷脂还是糖脂，都具有大小相当的亲水头部和疏水尾部。在水相中，亲水头部和疏水尾部相对大小决定脂质的存在状态。亲水头部大而疏水尾部小，脂质倾向于形成微团结构；两者大小相当时，则趋向形成脂双层。脂双层封闭则形成内外均为水相的脂质体。膜蛋白是赋予生物膜特殊功能的重要成分。不同的膜蛋白赋予生物膜不同的功能，如负责离子转运的离子通道蛋白，负责信号转导的受体蛋白等等。根据膜蛋白与脂质分子的结合方式和分离的难易程度的不同，我们通常将膜蛋白分为外周蛋白和内在蛋白两大类。内在蛋白也称整合蛋白或跨膜蛋白。内在蛋白含有较多的疏水性氨基酸，与膜质的疏水部分牢固结合。左图显示的是具有单螺旋跨膜的血型弹蛋白，右图则是该蛋白序列的亲水性分析结果。从中可明显看出，序列80到90区段呈现强的疏水性，恰好对应于单螺旋跨膜区。多螺旋跨膜是整合蛋白跨膜的另一种模式。图中显示的是跨膜蛋白细菌视脂红质，其序列中包含7个明显的疏水区域，对应于其结构中的7个跨膜螺旋。第三种常见的跨膜结构称之为北大卷筒。这种卷筒通常形成物质跨膜运输的通道，卷筒的外侧由疏水的氨基酸残基组成，内侧则由相对亲水的氨基酸残基组成，如转铁蛋白、麦芽糖转运蛋白等。与整合蛋白不同，外周蛋白位于脂双层的表面，通过离子键与磷脂的极性头部，或通过氢键与膜内在蛋白亲水结构域疏松结合。提高离子强度、pH 值或温度，可以将其从脂膜上分离下来，而不破坏脂膜的结构。还有一类特殊的外周蛋白，称之为锚定蛋白。它们通过共价连接的非极性烃链插入脂双层内部而锚定在膜表面。常见的方式是蛋白质的棕榈酰化、豆蔻酰化或法尼基化。通过这种方式，在蛋白质上共价地连接了疏水的烃链，再通过烃链锚定在膜表面。关于生物膜的结构，1972年 Singer 和 Nicholson 提出了经典的流动锌线模型。流动的脂质双分子层是构成膜的主体，而蛋白质分子则像冰山一样分布在脂质双分子的海洋之中。
脂质双分子层是生物膜的基本骨架，膜蛋白的种类及多寡决定了细胞功能的差异。膜脂的分布是不对称的，膜蛋白和寡糖的分布也是不对称的。膜是流动性的，膜蛋白也在不停的运动之中。膜脂分子运动包括侧向运动、自旋运动、尾部摆动及翻转运动。膜脂的流动性与脂肪酸的链长和不饱和程度相关，链越短，不饱和程度越高，膜脂的流动性也大。膜脂的流动还会带动膜蛋白的运动。生物膜将细胞与外界隔离，使其成为生命的基本结构单元。生物膜将细胞内隔离，成为不同的功能区间，因而为生命活动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内环境。同时，细胞膜也在选择性的物质运输、能量转换、信号传递、细胞识别的生物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小分子物质主要通过简单扩散、协助扩散、主动运输等方式进出细胞，而大分子和颗粒性物质主要通过内吞作用和外排作用进出细胞。根据物质运送过程中自由能的变化，可分为被动运输和主动运输。简单扩散指不带电荷的水溶性小分子，如水、二氧化碳、氧、尿素等，以自由扩散的方式从膜的一侧通过细胞脂膜进入膜的另一侧。协助扩散顺浓度梯度，不消耗能量，但需要特殊的蛋白质协助，如载体蛋白或离子通道。载体蛋白对物质的运送类似于酶对底物的催化。初级主动运输通过直接消耗 ATP 驱动物质逆浓度梯度进行运输。次级主动运输则利用初级主动运输形成的浓度或电化学梯度驱动另一物质逆浓度梯度进行运输。次级主动运输也称之为协同转运。如果驱动物质和被运输的物质流向一致，则称之为同向转运；不一致则称之为反向转运。通常先利用初级主动运输形成跨膜的钠离子或氢离子梯度，然后通过协同转运驱动其他物质的逆浓度梯度运输。左图显示的是经典的主动运输蛋白钠钾泵。该蛋白每消耗一个 ATP， 可以驱动3个钠离子外流，2个钾离子内流，形成了跨膜的电势梯度。右图显示的是一个质子泵，通过消耗 ATP 形成了跨膜的质子梯度。跨膜质子梯度驱动实现乳糖的次级主动运输。大分子的跨膜运输可通过内吞作用和包土作用实现，涉及膜的融合和分裂，因而伴随着膜质的大尺度的动态变化。多细胞生物协调机体生长和代谢一般通过细胞间的信号传递来实现。细胞膜控制着信号的发生、接收和传递。这种信号包括内分泌信号、旁分泌信号、自分泌信号。有关细胞如何实现信号传递、能量转换和细胞识别等内容，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探讨。关于生物膜的结构和功能，我们就学习到这儿，同学们再见。